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狂飙之浴血玫瑰》故事解说。苏婉清做了3年全职家庭主妇，3年里，她洗手做羹汤，收敛所有锋芒，把清北金融系高材生的光环彻底尘封，甘心围着柴米油盐为丈夫陈文打理好小家，满心期许着岁月安稳，岁岁相守。陈文总说工作忙碌，压力缠身，她便处处体谅，省吃俭用，默默扛起家里所有琐事，只想帮她减轻生活重担。这天，向来寡言忙碌的陈文突然破天荒提出要带她去缅泰旅游散心，同行的还有她最信任的10年闺蜜林薇。苏婉清心头一暖，只当是长久的付出终于被看见，满心欢喜奔赴这场久违的旅行，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一场治愈疲惫的放松之旅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这场看似温情的旅途，从始至终都是丈夫与闺蜜联手为她精心布下的炼狱陷阱。车子一路颠簸，驶入荒无人烟的边境密林，彻底远离了繁华都市。苏婉清心底骤然升起浓烈的不安，浑身紧绷，用力挣扎着想要推开车门。这是哪？陈文，停车！你放开我！冰冷的恐惧席卷全身。她看着围上来的陌生壮汉，声音颤抖却带着极致的慌乱。这些人是谁？你带我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？陈文死死攥住她的手腕，眼神冰冷，没有半分往日的温情，冷漠得像个陌生人。一旁的林薇终于卸下了多年温柔闺蜜的伪装，眉眼间满是讥讽与得意，轻笑出声：“晴，别怪我们，我跟阿文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你占着妻子的位置，我们早就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”他凑近崩溃的苏婉清，字字诛心：“你不是总说想帮阿文减轻负担吗？这次刚好50万，足够我们潇洒快活很久了。闺蜜一场，谢谢你的无私奉献。50万，3年相濡以沫的夫妻情，10年无话不谈的闺蜜意，最终她在2人眼中只值区50万。”苏婉清浑身冰凉，气血翻涌，近乎窒息，绝望的嘶吼卡在喉咙里，字字泣血：“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，是吗？”陈文面色漠然，毫无愧疚，淡淡开口，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假意宽慰：“别太难过了，他们那边管吃管住，待遇挺好的，赶紧带走，臭死了。”林薇嫌恶地皱着眉催促，眼神里的鄙夷毫不掩饰。彻骨的背叛碾碎了苏婉清所有的期许，她目眦尽裂，用尽全身力气嘶吼：“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”无人回应她的控诉，两个她倾尽真心对待的人转身相拥，潇洒离去，将她亲手推入了人间地狱。这里是缅泰边境最黑暗的囚营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。抓着她的壮汉嗤笑一声，语气狠厉：“省点力气吧，往后有的是脏活累活让你干，没力气可不行。进了这里，从来没人能活着出去。”苏婉清不肯认命，趁着众人松懈的瞬间，拼命狂奔逃窜。可这片陌生的密林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很快她就被追上，粗暴地拖拽回来。冰冷的巴掌狠狠甩在她脸上，剧痛瞬间蔓延全身。还敢跑？停水林的小姑娘倒是烈性，还敢偷懒？拖出去喂狗！耳边是无尽的辱骂、殴打与恐吓，身边是无数绝望哭泣、麻木认命的囚徒。有人冷漠告知他，明天起，他就要和其他人一样下地淘金，干最苦最累的活，耗尽最后一丝生机。绝境之中，求生的本能死死支撑着他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逃出去！陈文、林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恍惚间，过往的画面涌入脑海。4年前，他是万众瞩目的清北大学金融系高材生，天赋卓绝，前途无量，手握数十份华尔街的优渥录用通知，前程一片光明。可那时的陈文一无所有，家境贫寒，学业艰难，是他省吃俭用，勤工俭学，供他读完大学4年。他母亲重病住院，倾尽家中积蓄仍无济于事，是他日夜陪护，白天悉心照料，晚上熬夜守夜，衣不解带伺候整整1个月，毫无怨言。后来陈文温柔求婚，字字恳切，画进未来蓝图。婉清，你那么有才华，何必在职场拼死拼活？我每天回家只想有一口热饭，一个温暖的家。以后我主外，你主内，我一定会努力，让你一辈子幸福安稳。年少情深，他信了。为了他放弃了锦绣前程，斩断所有职场退路，甘愿洗手做羹汤，做了3年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，倾尽所有，成全他的野心与体面。可笑的是，他的倾尽所有，无私付出，换来的不是珍惜与偏爱，而是联手背叛，天价贱卖，推入炼狱。囚营之中，日子暗无天日。这天，囚营里出了名蛮横霸道的秦姐，盯上了看似柔弱却一身傲骨的苏婉清。
来新货了，白白净净，还是个上过大学的，有点脾气，姐就喜欢调教你这种硬骨头。秦姐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，语气嚣张跋扈。记住这里的规矩，我让你站你就站，我让你跪你就跪，跪下叫一声秦姐，以后姐罩着你。苏婉清脊背挺直，眼底没有半分怯懦，只有冰冷的倔强。你想干什么？还敢跟我装傻充梦？秦姐脸色骤然阴沉，厉声呵斥。我数3个数，立刻跪下。3、2、1。苏婉清纹丝不动，傲骨铮铮，绝不低头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彻底激怒了秦姐。众人一拥而上，对着他拳打脚踢，下手凶狠毒辣。混乱的殴打中，苏婉清死死咬牙隐忍，哪怕浑身是伤，也未曾服软半分，甚至在被钳制的瞬间，狠狠咬伤了秦姐的手腕。剧痛袭来，秦姐彻底暴怒，反了你了，今天非要给你立规矩不可。就在拳脚即将再次落下，他快要被活活打残之际，一道沉稳威严的声音骤然响起，震慑全场。住手！来人正是顾会长，这片黑暗球营中真正的掌权者，气场强大，不怒自威。秦姐一行人瞬间停手，不敢放肆，连连低头示弱。顾会长目光落在满身伤痕，却依旧眼神凛冽、傲骨未折的苏婉清身上，眼底掠过一丝欣赏。年纪轻轻，性子够硬，是块好料。这里弱肉强食，以实力为尊，就你现在这般倔强，不懂变通，活不过3天。他俯身，目光直视苏婉清，沉声问道：我只问你，想不想活着离开这里？求生的执念冲破所有绝望。苏婉清目光坚定，字字有力。想。好。顾会长颔首，抛出唯一的生路：跪下，叫我一声干妈，我保你活着出去。做我的干女儿，我毕生所学，一身本领尽数传你，护你在这囚营之中安然无忧。苏婉清脑中飞速运转，她深知踏入此地者，从无活着离开的先例。她不能死，家中年迈的父母还在等她归嫁，亏欠她、背叛她的那对狗男女，她还未亲手清算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复仇，尊严可暂时隐忍。她屈膝跪地，声音清亮而坚定：干妈。顾会长眼底掠过一抹满意，扶起她，语气欣慰：好，好，没想到我顾荣身陷囹圄，反倒捡了个好女儿。从今往后，没人再敢动你分毫。自此，苏婉清彻底褪去温柔主妇的模样，开启了极致蜕变。在顾会长的严苛特训下，她日夜苦修，不敢懈怠。从格斗搏杀到权谋算计，从人心揣摩到资本运作，全方位武装自己。他本就是天赋异禀的清北高材生，学习能力、领悟能力远超常人。短短1年时间，他的格斗身手、心性城府、金融操盘能力尽数超越恩师顾会长。顾会长看着脱胎换骨的他，由衷赞叹：你如今的本事早已无人能欺，足以立足任何风浪。也是这时，顾会长向他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他是龙国第一基金会的掌舵人，手握一国经济命脉，深耕行业30年，从江城初创，一步步登顶全国之巅。只因遭基金会内部叛徒暗算夺权，才被囚禁在这缅泰囚营，沦为阶下囚。囚营首领与基金会幕后黑手，基于他毕生积攒的财富与权势，只求制衡，不敢杀他，这才让他得以苟活至今。我手下有一支专属安慰小队，只效忠于我与基金会会长。顾会长目光笃定：我失踪已久，他们定然在全力搜寻我的下落，很快就会定位至此，前来营救。果不其然，话音刚落，囚营外骤然传来密集的火力压制声，枪声轰鸣，打破了常年的死寂。安慰小队全员抵达，火速清剿外围哨岗，强势突袭囚营。囚营众人惊慌失措，溃不成军。首领见大势已去，带着亲信仓皇逃窜，侥幸逃脱，危机尽数解除，尘埃落定。顾会长取出象征基金会至高权力的青鸾令，郑重交到苏婉清手中，语气郑重：我身陷此处，基金会内乱未平，叛徒伺机作乱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龙国基金会新任会长，全权接管所有事务，肃清内奸，执掌权柄。苏婉清骤然接手滔天权势，没有半分慌乱，沉稳接下令牌，眼底只剩冷静与决绝。顾会长被专人护送安然离场。苏婉清坐镇现场，下达上任第一道指令：释放所有被囚禁的无辜之人，彻底夷平这座罪恶丛生的囚营，抹去这片黑暗之地的所有痕迹。他要回归江城，清算所有恩怨。返程前夕，下属呈上最新调查资料。陈文与林威从缅泰归来后，靠着变卖他换来的50万，加上4亿挥霍挪用的钱财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林威家族本就与基金会有长期合作，二人借此封口，顺势拿下基金会10亿注资，
将小公司包装成文华集团，一跃成为江城新晋新贵，风光无限。更让他心如刀割的是，这1年里，他的父母与弟弟度日如年，受尽屈辱。当初陈文从缅泰独自归来，谎称他意外走散，下落不明，假意四处寻他，博取家人信任。他一次次以寻人需要资金为由，哄骗苏家父母，掏空家中所有积蓄，变卖房产、商铺，就连弟弟的结婚钱也尽数骗取。苏家二老为许女儿，倾尽所有，从安稳度日变成露宿街头，靠着摆摊谋生，日日煎熬，从未放弃寻找他的踪迹。不仅如此，地痞豹哥常年欺压摆摊的二老，肆意勒索保护费，稍有不顺心便打骂羞辱，砸毁摊位。他们咒骂苏婉清早已惨死异乡，嘲讽二老痴心妄想，字字恶毒，句句诛心。年迈的父母无力反抗，受尽欺凌，却依旧咬牙支撑，只为等他归来。得知一切，苏婉清眼底寒意彻骨，心中愧疚翻涌。他隐去缅泰炼狱的惨痛过往，不愿让年迈父母再受惊吓，悄然回到江城美食街，看着满身风霜、狼狈不堪，却依旧互相宽慰、苦苦支撑的父母，他红了眼眶，快步上前，哽咽出声：“爸妈，我回来了。”简简单单4个字，让饱受1年磨难的二老瞬间泪崩，所有委屈与煎熬尽数爆发。父母满心欢喜，只当他是旅途意外走失，从未深究缘由，依旧善良地劝慰他平安就好，钱财尽失皆可再赚。看着被彻底蒙在鼓里，还在维护渣男的父母，苏婉清心口酸涩，压下所有悲痛，温柔安抚家人，心中复仇的念头愈发坚定。此时的陈文与林薇正身处江城顶级太古酒店，高调举办庆功酒会，宴请全城名流，庆祝文华集团斩获10亿基金会注资，风头无两。酒会上，二人郎情妾意，接受众人吹捧恭维，得意忘形。为彻底抹去与苏家的过往，彰显自己的显贵身份，陈文特意派人将苏家二老强行绑至酒会现场。聚光灯下，他居高临下，极尽羞辱，当众割裂所有关系。今日除了庆祝集团获10亿注资，还有一件事宣布。陈文声音张扬，响彻全场。这2位是我前妻的父母，我与苏婉清结婚3年，他们一家吃我的，用我的，毫无贡献。苏婉清更是在旅行中任性出走，擅自失踪，品行卑劣，拖累我3年前程。今日起，我与苏家彻底一刀两断，再无任何瓜葛。宾客纷纷附和嘲讽，鄙夷苏家二老衣衫破旧，满身烟火气，嘲讽他们是攀附权贵的穷亲戚，吸血寄生虫。陈文母亲更是嚣张跋扈，当众肆意辱骂那个扫把星苏婉清，早就死在外面了。我儿子名校毕业，前程似锦，娶她纯属高抬贵手，3年毫无起色，全是被他拖累。如今我儿子飞黄腾达，要娶的是薇薇这样的名门淑女，和你们这种下三滥家庭再无半点关系。苏家二老又惊又怒，满心屈辱，百般辩解，却尽数被众人的嘲讽声淹没。二老试图诉说过往付出，诉说卖房筹款助他创业，倾尽所有帮衬他的过往，可在众人眼中，只像是落魄者的无能狡辩。陈文不耐烦至极，厉声呵斥保安将二人拖走，甚至狮子大开口，索要100万赔偿，扬言要让二老为耽误他3年光阴付出代价。就在保安上前拖拽，二老受尽欺辱之际，一道清冷凛冽的女声骤然响彻全场，震慑所有喧嚣。我看谁敢动我爸妈！苏婉清缓步走入宴会厅，一身极简正装，身姿挺拔，气场全开，褪去昔日温柔温婉，眉眼间尽是历经炼狱的冷冽与威严。全场瞬间寂静无声。陈文看清来人，瞳孔骤缩，满脸惊恐，如同见了鬼魅。苏婉清，你是人是鬼？他笃定被卖到缅泰魔窟的人绝无生还可能。眼前的一幕彻底击碎了他的认知。苏婉清目光冰冷，扫过惊慌失措的众人，最终落在脸色惨白的陈文身上，字字清晰，冷彻骨髓。很意外，你以为50万把我卖到缅泰，我就会烂死在那片炼狱，永远无法归来？一语落地，全场哗然。苏家二老浑身一震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陈文，所有的疑惑尽数明朗。原来女儿根本不是意外走失，原来他们倾尽所有，卖房借钱，苦苦托人寻找的女儿，竟是被自己悉心对待的女婿联手闺蜜天价贩卖。原来这1年来，他们所有的煎熬、奔波、屈辱，都源于眼前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。二老悲痛交加，浑身颤抖，怒斥陈文忘恩负义，丧尽天良。事到如今，陈文依旧不知悔改，色厉内荏的狡辩抵赖。一旁的陈母依旧嚣张跋扈，上前就要动手推搡苏婉清，厉声怒骂：“你这个没人要的泼妇，
嫁到我们家3年，白吃白喝，无所出，如今还敢回来闹事，砸我儿子的场子，赶紧跪下道歉，赔偿我们100万损失。林威也故作柔弱，假意规劝，实则偏袒陈文，满眼怨毒地盯着苏婉清。苏婉清抬手格挡，力道凌厉，直接将陈母震退数步。他目光冰冷，条理清晰，当众细数自己3年的付出，字字铿锵，句句属实，撕开他们虚伪的面具。第一，陈文大学4年，学费生活费全无着落，是我勤工俭学，省吃俭用，全程供他读完学业。第二，你母亲重病住院，耗尽家中积蓄，无人照料，是我衣不解带，日夜陪护整整1月，悉心照料，毫无怨言，换来的却是你嫌周烫，当众泼我一身羞辱。3年婚姻，我放弃锦绣前程，倾尽所有成全你们陈家，从未有过半分亏欠。真正吸血度日，坐享其成的是你们母子，字字诛心，响彻全场。陈家母子脸色惨白，节节败退，再也无半分嚣张气焰。陈文恼羞成怒，放言威胁：你休得胡言乱语！我如今是龙国基金会合作商，身居高位，权势在身，你再敢闹事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江城无处立足。话音刚落，宴会厅外整齐脚步声骤然响起，基金会高层一众江城权贵大佬齐齐入场，全员躬身行礼，声音恭敬，响彻全场。见过会长。会长。陈文、林威、陈母3人瞬间僵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他们引以为傲，是座通天靠山的龙国基金会，至高无上的掌权人，竟然是他们亲手背叛、贩卖、肆意羞辱的苏婉清。极致的恐慌与绝望瞬间吞噬了3人。苏婉清目光淡漠，看着脸色惨白、浑身颤抖的3人，冷声下令：文华集团10亿投资即刻全部搁置，永久冻结合作。陈文、林威涉嫌人口贩卖、诈骗敛财、恶意欺诈，证据确凿，立刻抓捕归案，彻查所有罪责。所有参与羞辱、欺凌我家人者，尽数清算，永不合作。一道道指令落下，干脆利落，不容置喙。昔日风光无限的庆功酒会，瞬间沦为落网审判的刑场。陈文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，一朝登顶的繁华，光鲜亮丽的人生，顷刻崩塌，化为泡影。他赌他死在炼狱，毁他人生，吸他血肉，欺他家人。如今他炼狱归来，执掌滔天权势，亲手收回所有亏欠，清算所有罪孽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往后余生，苏婉清执掌基金会权柄，霍家人安稳无忧，凭己之力，光芒万丈，再也无人敢欺。那些负他害他之人，终将在无尽悔恨与黑暗中赎罪终生。